听说你们有一枚本镇的竹牌，不妨拿过来，让我来看看。这枚竹牌并非本镇之物，你等初来乍到，便媚地瞒天，如此存心不良，我们一刻也不敢留。族长息怒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是陪朋友到此地来寻亲的。寻亲？是谁寻亲？寻的何人？在下白软软，为寻生身父母前来跪地。我奶娘离世前曾说，自己的家乡在空寂岭，我自幼被她抚养长大，我想我亲生父母也可能在这里。空寂岭？你奶娘姓甚名谁？我不知道奶娘的真实名字，但她姓何，医术高明。江湖上都称她何仙姑。老夫从未听过此人。不过许久前，此地的确叫空寂岭，但早在10余年前，空寂岭族人皆已亡故。白姑娘，你欲寻之人，怕是再也寻不到了。空寂岭发生了何事？为何会空无一人？听说是瘟疫所致。老夫也不知其详情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枚竹牌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我们入镇时遇见一个据说是破红魔的猫面人，这个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司徒族长，空寂岭的族人虽已亡故，但白姑娘若能知晓其双亲的身份，亦可无憾。我们还要进京赶考，不会在此停留太久。几日之后，不管是否寻到线索，我们都会离开。还望族长能够念在白姑娘一片思亲之心，能够应允。是啊，而且我们愿意出双倍房子，不会白住的。既然白姑娘的奶娘是咱们这里人，不算外人，爹，您就容他们住几日吧。司徒家倒是轮到你拿主意了。夫人瞧着与莫心姑娘似姐妹一般，不过莫心姑娘倒是可惜了，竟没有传到夫人一半美貌。
姑娘可别拿我这老婆子说笑了。才不是说笑呢，我这个人呀，最是嘴笨。是啊，夫人这通身的气度，正是大家宗父风范，说是风华绝代，都不为过呀。对对对，真是能言善道。我见公子风流韵界，想必一定是大家公子吧？说起我们包家呢，不过是庖丁之家，所至药膳虽仅是名扬泸州，但最不济也得了王爷的眼缘。唉，不过这个世道，有点名有什么用呢？远不及做官好。夫人您说可是？你们二人如此默契神会，不知是何关系啊？我们是兄妹呀。我哥哥最厉害了，10几岁就考了功名，在我们泸州可是大名鼎鼎的才子。这回进京赶考，定能金榜题名。哥，你说是吧？话不能乱讲啊，妹妹。司徒组长，我们的事，我命人带你们去偏院安置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怎么不行了？白姑娘的奶娘原本就是本地人，不算外人。爹，你就让他们住下吧。我看他们一行都是读书人，这半夜3更荒郊野外的，多危险啊！你睁大眼睛看看他们2人的行头。你没长脑子，眼睛也没长吗？话说得这么难听，她不是你亲生女儿啊！我说行，她就行。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莫心，带他们去偏院。那就多谢夫人，多谢组长。我也去。你不许去。哼。这边请。哎呀，我说你疯了！这群人来路不明，怎能随意让他们留住？你呀你，真是越老越糊涂。这枚珠牌明摆着源于空寂岭，这事隔多年，此物突然凭空出现，恐怕不妙。我们若想解铃，必须这行系铃人。院子里还住了另外一位客人，除了那一间，其他几间你们可以自行选择。不是说镇内不许住外人吗？怎么还会有别的客人啊？听说赵公子是开封府尹之子，家父自然不敢怠慢。哟，好大的来头啊！诸位先行休息，我帮你们去添置一些东西。有劳姑娘了。夜深路暗，小女子将这只灯笼赠与公子吧。
多谢。包大哥，快走吧。南妹妹，你刚刚说莫欣姑娘生得不好看，就不怕惹恼她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说自己和包拯是兄妹关系啊？就是，我看着都捏了把汗，生怕人家直接把咱们轰出去。不中听的话当然会惹恼别人，不过，如果惹恼一个司徒莫欣，就捧得司徒夫人高兴，让她留下咱们，为什么不呢？你那么说人家女儿，她能真心高兴？结果很明显呀，司徒夫人对待两个女儿的差别显而易见。司徒莫欣在这里的地位更像是个丫鬟，族长夫妇对待她也不太像对待亲人的态度，所以我猜司徒莫欣应该不是司徒夫人的亲生女儿。你不如解释一下小白的另一个问题，妹妹。那个什么司徒多罗，一进屋就盯着阿整不放，一副花猫看耗子的吃相。还有那个司徒莫欣，勾勾搭搭的眼神跟狐狸精附身似的。我可警告你，离他们俩远点儿。你要是敢红杏出墙，看我不剁了你！合着你自己作妖，反倒是我没理了。包大哥，你们觉不觉得这房间里还有别人？你们听，好像有孩子啼哭的声音。这哭声虽弱，听起来抓心挠肝的。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去看看。包大哥，难怪啼声不止，果然有小儿在此。司徒家的人倒是心比天大，把孩子落在客房不说，还裹那么严实，怕不是要把人给憋死。阿整，你没事吧？这怎么会有一只咬人的野猫啊？你们看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看似一行求救的血书，为何会写在包裹着野猫的襁褓中呢？是妖铃声。
神杖。包大哥，没有啊，根本就没有破灵阵质，这边也没有，我那儿也没有。世上既无妖魔鬼怪，万灵密阁为何会被诅咒之手所禁？司徒族长说，破灵阵质藏于万灵密阁中。如今门锁被开，阵质却不见踪迹，难道阵质和猫灵诅咒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吗？你们说会不会有人先来一步，把破灵阵质取走了呀？门锁被打开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那他为什么要取走破灵阵质啊？我推测，诅咒之说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而他所掩盖的秘密，定在破灵阵质之中有记载。若是这样，一定是有人将史料销毁或者藏了起来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根本并没有什么破灵阵质，是司徒家的人在撒谎。也许是司徒族长误听他人的谣言啊。什么听信谣言？我看司徒族长八成就是破红魔，那人戴着一张猫脸面具，神出鬼没，根本就没人见过他的真容。而且整个镇子也空落落的，见不到什么人，感觉好诡异。近几日据我观察，司徒族长家一带住户稀少，镇上的居民好像只与住宅附近的人来往，极少四处走动。莫说是我，就连镇民之间，也未必相互熟悉。这么多人都与世隔绝，太奇怪了。密阁中或许还有什么暗格或者暗室，我们再仔细找找。好。这东西怎么会自己掉下来？不会真的有猫灵吧？我听人说，经常前往深山的猎户能看见林中精怪。哎，你们还别不信，说不定这里真藏着一只猫妖。奇怪，好难闻的泥臭味儿。刚才好像没有闻到吧？没有。包大哥，小心！阿正，你们看，水里有一只匣子。匣子？小心有诈！包大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像是人的手骨和腿骨。这万灵密阁里果然藏着白骨残骸。哎，我这小嘴太神了。神不神的不知道，反正啊是够吓人的。这匣中有字。
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这些字迹与襁褓中的血书一模一样，难不成真是这具尸骨所写？更准确的说，是这具白骨的亡魂所述。何出此言？好像是这只白骨与我通灵所致，你不妨也握着感应感应。还是算了吧。看来一时不会有什么收获，赶紧回去吧。好。包大哥，铃铛。奇怪，这铃铛的声音既不是之前听见的那种，外观又十分陈旧，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此铃不像随身之物，应该是有人刻意放置。会不会是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注意到啊？不可能，如果铃铛一直放在这儿的话，就算我们看不到，应该也会踩到啊。那就是我们进门之后有人来过。破红魔！哎，突然又不见了。方才来密阁者没有被我们察觉，可见其异于常人，或许就是破红魔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回去再议吧。好。要是大晚上独自走这条道，真能吓破胆子。我们迟迟不归，万一司徒组长察觉，去梅娘那里核实怎么办？最坏也不过是咱们带上行李跑路。我这一把剑素无败绩，若是真叫个名不见经传的组长给困住，哼，以后啊，干脆收剑念经算了。说得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哎，司徒家现在肯定是关门了，那咱们是叫门还是翻墙？叫门吧，反正之前的借口也是一戳就穿，虱子多了不怕痒。就这么破罐子破摔不好吧？我觉得还可以挽救一下。再编个谎话圆过去，你当别人都傻呀？我觉得你才傻。等事情一了，我们就直接拍拍屁股走人。我又没打算骗谁一辈子。要我说，不如我们这就去找梅娘啊，威逼利诱，只要她肯配合，总能拖延几日。哎，南天竺说的有点道理。不过我们不太了解梅娘，这么做总归是风险太大。若是他得知我们夜闯万里密阁的话，说不定不用等到司徒组长发现，就会主动揭发。哎，要不我们就说在回组长家的路上遇袭怎么样？是不是想想就刺激啊？哼，你心态可真好啊，找打还能找得嘻嘻哈哈的。不，此法倒是可行啊。假如那司徒组长和破红魔并无关系，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瞒过去了。那万一司徒组长和猫灵有什么猫腻，那他不是一听就知道我们在撒谎啊？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他就更不会拆穿我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破红魔之外，没有人知道我们今晚是否遇袭。他一旦拆穿，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，所以即便我们撒谎，他也会装作相信。
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这铃声怎么又响起来了？声音好像就在不远处，铃声越来越急了。包大哥，小心！报兄！剑上淬了毒。破红魔！哎，战争星莫准！小心！阿哲，包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不小心扭了一下脚，6大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呀，都怪我！刚刚本想推开包兄，结果一不小心把包兄的脚脖子给推伤了。但往好处想想，这为咱们晚归又添了一桩托词。先别说这个了，那是何地？应是祭坛。祭坛，破红魔有备而来，若以他的功力，他想要潜行逆影，并非难事，该不至于将所逃踪迹暴露无遗啊。难道他有意将我们引入祭坛？难说。那我们要不要追过去自投罗网啊？要，自然要的。你可嘴下留情啊！玉溪一事已如你所愿，这会儿听你说话，简直字字诛心。这怎么能都怪我呢？像你这种冷血铁娘子，不是巴不得打打杀杀吗？再说了，为了引蛇出洞，难免要冒险涉水。有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才知山外有山，天外天嘛。比你一语成真更吓人的是，你居然还能言之有理。正如赵兄所言，不经迷魂阵，怎晓构钟情？其来至，时刻都要小心为上。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如今咱们800就差这一哆嗦。走吧，暴君。不就去个祭坛吗？瞧把他自我感动的。阿整，我们也走吧。走。正是此处。什么味道？啊，应该是祭祀焚香的香气。祭祀？据说每年今日，族长都会在此举行祭礼，以求安抚猫灵，庇佑镇民。哎，这是什么祭品啊？为何用纸包着？此乃纸帛，常为丧祭所用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这祭台上从未有过用纸帛包过的祭品啊。哎，这祭台上有字。哎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又是妖灵。难道这纸帛之中藏的是？